走进天津火箭制造公司总装车间的那一瞬间啊，我就被震撼到了。一是因为只有近距离的站在长征5号的旁边，当呼出的热气都能在其表面形成一块薄雾的时候，才能够真正感受到5米直径究竟有多么的庞大。二是因为火箭的组装呢，完全就跟我想象的不一样。这里没有机械臂，有的只是手臂。三三两两穿戴全套防护服的工人们呢，站在火箭燃料箱的上面、后面，拧着螺丝，装着管线，讨论着图纸上令人眼花缭乱的装配说明。这个跟我们大学里面的创客空间好像没什么本质区别嘛，完全就没有火箭应该给人的科技感和神秘感了。所以是失望的情绪有点震撼到我了。但2天之后我就彻底不这么想了。今天呢，我就通过我自己的所见所闻来跟大家分享一下我对中国火箭制造水平的真实感受。上个世纪50、60年代美国都已经能够把人类送上太空了，但我们的工业基础呢，还处在一穷二白的基础之上。然而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下，以23位2弹一星元勋为代表的第一代航天人，毅然地投入到了祖国航天事业的建设当中去，硬是从零开始劈出了一条通天大道。我在火箭院里面问了专家这样一个问题为什么咱们的运载火箭都要叫做长征呢？他想了一下说，因为造火箭这事儿对咱们的航天人来说可不就是长征吗？它既代表了这个事是一个极其艰难、极其漫长的事，也代表了走这一趟的人所不得不拥有的坚强意志与百折不挠。60多年过去了，长征依然还在继续，但是已经结出了累累硕果。从1970年4月24日的长征1号成功发射开始，我们的长征系列火箭也逐渐扩容，形成了一个庞大的家族，发射能力基本上覆盖了所有的轨道类型了。长征1号系列已经退役，长征2号系列主要是面向近地轨道的载人和卫星任务的，尤其是成功执行了神舟系列飞船和天宫实验室发射任务的长 2F 了，绝对算是载人工程的功勋火箭了。长征3号系列呢，主要是面向高轨卫星任务，是建设北斗系统和实施嫦娥探月的工程。长征4号主要是发射太阳同步轨道卫星，拥有比长2系列更大的近地轨道运力。长征5号还用说吗？直径5米的大火箭是大载荷空间站去升空的首选。长征6号是新一代的环保型火箭。长征7号是环保型改款的长 2F 中国空间站建设的顶梁柱。长征8号是新一代的中型液体火箭，长征11号可以快速响应、灵活机动，实现不受发射场限制的低轨商业卫星的发射。当然，未来还会有长征9号、长征 N 号等等火箭的诞生，为人类的太空探索事业添砖加瓦。但是这也让我心里面的反差呢就更明显了。发展了60年，怎么还在上手工呢？我虽然没有亲自去过汽车的生产线，但是也看过很多画面和报道感觉里面的自动化程度是很高的。联想到前段时间我刚好去参观过的一家棉纺厂，其中也基本上都是自动化的设备了，人的角色更多是巡视和监督，符合我们对现代工业的一贯认识嘛。火箭也是现代工业而且还是现代工业中离未来最近的工业之一。为什么还停留在手工阶段呢？是只有我们的火箭生产用手工，还是大家都是呢？ SpaceX 的火箭呢？带着这些问题呢，我基本上在车间里面抓到一个人就会跟他聊一聊，然后就有了一个大概的框架。中国的火箭制造其实还没有进入到产品化的阶段虽然我们有长征5号、长征5号 B、长征7号等等这些系列的火箭，但它们是产品吗？不是嘛。只有能够大规模生产并且生产出来的每一个都基本无差异的才叫产品。而我们再来看火箭上次发射的长征5号和这次发射的长征5号，严格来说，它们并不是同一款长征5号。当然，下一枚也是如此。因为每一次虽然在普通人的眼里面发射无疑是成功的，但表面背后其实是隐藏着很多问题的。有的是隐患，只是很幸运的没有暴露出来；有的是低效，显然应该被更好的设计所替代掉；有的呢是冗余，明明可以把它给剪掉。等等这些所以每一次长征火箭在发射完之后呢，任务团队都会仔细的去回溯复盘，以便在下一枚火箭设计和制造的时候进行调整。而这样的调整就必然会带来一些安装布局方面的变化，舰载仪器设备的增减等等。外观看上去还是咱们可爱的胖五，但是心却已经是升了级的。另一个呢，是由于每一次的任务目标都是不同的，比如这次是送天河号核心舱上去，下次呢是送梦天实验舱上去。尽管都是用长5B，但也会对火箭的设计安装进行微调，以便最优化的执行这次任务。我们可以这样来理解目前我们的火箭每一枚都是定制的。
如同一件量体裁衣的西装一样，并不适合采用机械化的工业生产，因为这样既生产不出来，还会造成大量的投资浪费嘛。所以这到底是好事还是坏事呢？咱们可以分2个方面来看啊。不能自动化生产的火箭虽然在效率上显得不高，但是却能够在创新上持续精进迭代，靠技术娴熟的人来找到最优解，并且呢，有效地降低此过程当中的资金投入。我把这个总结为微创新。尽管我们觉得像是手机从诺基亚到苹果那样的创新才叫做创新，但实际上很多隐藏在表面下的我们看不到的创新呢，才是这个世界的真相。就像我们2枚长物相同外壳下不同的线束布置一样。但是反过来这种太依赖人而不是机器的操作方式，一是很难避免人的惰性和麻痹在其中起到的负面影响，二是速度慢了，发现问题的频率就低了，改进升级的速度自然也就慢了。Elon Musk 说，他的目标是1天要造1台猛禽发动机，因为只有这样才能支持他不停地发，同时还能更快地找到问题、解决问题、迅速迭代。从新建原型机的发射频率上呢，我们确实是看到他就是这么做的。对了，新建为什么能造这么快呢？的确是有点让人害怕啊。我问了几个火箭制造的专家，他们也有点想不明白，也很好奇也希望去学习但显然这就是一个黑箱嘛，我们拆不开它，只能靠自己去推测、研究和实验了。毕竟人家比我们早了100年实现工业化，很多技术经验我们还在学习和积累当中。中学生自然很难看懂大学生的解题思路了，承认这点才能让我们学得更快。美国也是走过这个阶段的，他们造土星5号，迄今为止人类最大的火箭时，也是纯手工的状态所有环节都是人去趟出来的，所以就有了这个说法嘛。即使在50年后的今天，我们有了更先进的科技和工具，依然是无法将那台 F1 发动机给复刻出来的。原因很简单掌握那些手艺的工人呢，都已经不在了。所以自动化还是手动化，并不意味着先进与否，只是在不同阶段的必然过程而已。我相信随着商业航空的发展呢，我们的火箭制造也会走向规模化、自动化的那一步的。我们只是需要耐心的去等着一个个奇迹被见证的时刻就好了。我是火箭叔，关注我，把不一样的科学故事讲给你听。保质期只有4个月的现代桥梁有没有见过？关键是过期的时候死状还特别的惨。这就是在1940年11月7日被巴基海风像拧麻花一般吹垮的美国塔科马海峡大桥了。巴基海风算大吗？放在其他地方算是大风，但在海边吹上每小时70公里左右的风那是常态。既然建的就是一座海峡大桥，那肯定是已经把这样的风速考虑进去了吧？不但考虑进去还留了很大的冗余空间。大桥原本设计的抗风能力是能够达到190公里每小时的，也就是16级的狂风，比起要了他命的巴基大风不知要大了多少，那怎么还会塌呢？我是火箭叔，今天带你了解一下现代桥梁史上经典的失败案例——塔科马海峡大桥。人类造桥的历史几乎跟人类本身的历史一样悠久，不管是古代还是现代，桥梁工程师都面临一个永恒的对手——重力。所以这就引出了桥梁设计中最基本的问题：如何设计出一个坚固的结构来克服重力，将自己连同上面的所有人员和车辆一起拉到水里面去呢？其次还有一个不得不思考的问题：如何能够更经济的做到这点呢？毕竟修桥的钱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不管是花纳税人的钱还是花捐赠者的钱，都来之不易因此在既好使又省钱这条路上，桥梁工程师们展开了孜孜不倦的追求。终于他们等到了时机，随着人们对结构工程的理解逐渐增加和越来越好的建筑材料得以发展，桥梁工程师终于可以设计出既轻巧又高效的桥梁了。其中之一就是美轮美奂的悬索桥。悬索桥的结构实际上非常简单，就是一个桥面2座塔，2根竹缆垂下许多杆，这些吊杆连着桥面，于是就把它给吊了起来。说实话，这样的外观真的很漂亮，当然有点比外观更重要。由于只使用了2座塔就能够实现大跨度，材料上自然很省了，而最重要的是钱也很省不过在另一方面呢，由于材料上面的节约悬索桥的结构刚度和强度就打了折扣，使它不得不面临一个除重力以外新的势力——风。这就是塔科马海峡大桥真正要面临的问题了，因为在那个时候，经过几千年的发展，桥梁设计师对如何处理重力已经得心应手了，但却对空气动力学还一窍不通。设计塔科马海峡大桥的是在当时国际上享有声誉的莱昂·莫伊塞夫，他参与过20世纪20年代到30年代几乎所有大型悬索桥的设计，所以在设计塔科马海峡大桥的时候，他信心十足地认为自己可以把这座悬索桥建得比以往更细、更轻还更长。换句话说，他可以花更少的钱把它给建
现出来。这在当时相当重要，因为作为那个时候世界第3大的选手项，为他融资真的是费尽周折，好不容易花了几十年才筹了点钱，能不省吗？当然，这也意味着一个创新的好机会，所以莫伊塞夫就放弃掉使用传统的7.6米横架梁的加固设计，而是改成在桥面两边用2.4米的普通钢梁来进行加固。失败于是就此注定，最先有预感的大概是桥梁的建筑工了。即便只是刮着中风呢，他们也能感受到大桥被带跑的节奏。但名师设计嘛，人们也没有多想。于是1940年7月1日，塔科马海峡大桥顺利建成通车了。于是1940年11月7日，塔科马海峡大桥顺利的被地球回收了。你一定会问啊，倒塌背后真正的原因究竟是什么呢？我们先来说其中的一种可能，共振。所谓共振，就是一个周期性的力正好与系统的固有频率同步了。最经典的例子就是荡秋千了。当一个外力，比如说站在你背后准备推你的他，总能在恰好的时间，也就是正好跟你秋千的震荡周期一致时，轻轻的推你一下的话，哪怕每次只用了一点点的力，但这样的共振却可以将能量储存起来，随着时间的推移，你就可以荡到天上去了。而在这里呢，风就扮演了一位兢兢业业的推手。当大风吹过桥面的横截面时，会产生一种叫做漩涡脱落的现象，这是一种在自然界非常常见的现象。当流体在经过一个盾状物体后呢，会在它后方产生出2道非对称排列的漩涡，两排漩涡的旋转方向相反，相互交错排列，运动起来相当有规律。是的，具有特定频率的周期性运动。如果它正好跟某样东西的固有频率接近的话，就危险了。塔科马海峡大桥崩溃的那一天，它不巧就正好跟漩涡脱落对上暗号了，于是上下抖动了起来，看上去极不真实。好了，共振就是这背后的真凶吗？尽管共振让上下起伏的桥面看起来不像是真的，但更魔幻的镜头却明明是左右扭动着拧麻花嘛，这又是为什么呢？好了，第二种塔科马海峡大桥崩溃的解释，气动弹性颤振。还记得莫伊塞夫用桥面两侧的大钢板换掉了本来的横架梁吗？这让本可以轻松穿桥而过的风遇到了点问题，于是他就只好被迫跟桥面玩起了一个危险的游戏。H 型的大桥横截面只要是有一点点的扭曲呢，就很容易形成低压漩涡，而低压漩涡的形成位置又恰好最利于放大扭曲的力量。当桥面应用自己的刚性扭回原位时，又在惯性的作用下向相反的方向扭曲，如此反反复复，任再强韧的钢缆又奈何呢？塔科马海峡大桥永远地躺在了海峡的底部，当然也成了建筑工程学学生最好的课堂教学片之一了。现代桥梁避免晃动的方法之一是在桥面中央留出空隙，好让上下表面的压力可以均等。另外一个选择就是让桥面拥有更好的气动外形了。所以现在你知道了啊，空气动力学不光关乎你坐飞机和开汽车，在生活中的很多方面其实都是绕不开它的。我是火箭叔，关注我，让科学更有趣。哎呀，为了做这期视频啊，我真是颇费周折啊。灯塔一直都是浪漫的象征，你有没有发现啊？不管是谁，只要是到了灯塔面前呢，总会像个小孩一样变得兴奋不已，然后就是拍照打卡了。你也会这样吗？如果是的话，请在弹幕里面扣上1。但其实最该打卡的是什么？是灯塔里面的灯啊。当然呢，能见到这盏灯的机会并不多，还能再摸到它的话，就更是鲜有了。不过我却可以天天摸啊！哎呀，为了做这期视频啊，我真是颇费周折啊！先是买了一本灯塔之书，然后根据里面的资料图画了一个4阶菲涅尔透镜的图纸，接着再上 Fusion 360把它们做成 3D 模型。一开始打印的时候，我用的是最简单的 FDM， 也就是熔沉积的方式，选了这样一款纯透明的卷材，它会在喷头处被加热到200摄氏度，然后变成液体被挤出，一层一层的堆积成我设计好的样子。不过呢，理想很丰满，现实却啪啪打脸啊！我纯透明的镜片跑哪儿去了？啊，它们毕竟是要叠很多层的嘛，叠了很多层，自然就把透明叠没了。于是我就在想啊，用光固化的打印方式可不可以呢？喜欢做指甲的女生或者是陪老婆做过指甲的男生应该都知道，在涂完指甲油之后呢，是需要把手放在一盏小紫外灯下照一照的，那就是在固化树脂了。而固化后的树脂看起来亮晶晶的，不是很透明吗？那我就用这种高透明的树脂来打印镜片不就好了吗？说干就干啊！在买了机器、学了软件、打废了很多材料之后呢，我继续被现实打脸了。原来所谓的高透材料也不过只是透成这样而已。再加上光固化打印是需要加上很多支撑的，在去掉支撑后必须要打磨，打磨过之后呢，再光的面也就变成磨砂了。
啥？你说抛光？对不起，我暂时还没有学到那一步啊。所以咱就将就这个用用吧。看起来呢，好像也还说得过去啊。我是百科全书火箭叔，今天铺垫的比较多，但你已经知道我要说什么了，那就是灯塔里面的菲涅尔透镜了。什么是菲涅尔透镜呢？它到底有什么用？它是怎么来的？又去往了何处呢？这个我们就要从历史讲起了。今天的我们呢，很难想象从前的夜晚究竟有多么的黑。在18世纪，当灯塔建造开始进入近代时，最大的城市也只有零星的灯光。那时候的夜晚啊，只有牛油蜡烛或者是冒烟的原始油灯闪烁的亮光，偶尔还有篝火或者火炬的火光，向黑暗的笼罩发出零散微弱的反抗。当时为了给海员照明，而在塔顶或者海角上设置并维护的灯标，通常不过是烧木头或者是烧炭的火盆，而且数量稀少，它们还消耗了大量的燃料。天气不好的时候呢，却又发挥不了任何作用。例如，爱沙尼亚波罗的海沿岸的科普灯塔，在塔顶燃烧篝火所用的木材之多，甚至消耗了它所在半岛上的一片森林。即使如此呢，它也是很不可靠的，因为篝火时常被雨水浇灭。到了17世纪啊，北海和波罗的海沿岸的灯塔呢，开始普遍用煤来做燃料了。特别是德国人和荷兰人建起的被称为炭火塔的方形灯塔，里面还装着风箱来加强煤火的效果，但是结果仍然无法令人满意。直到瑞士发明家艾梅·阿尔冈的出现。1780年啊，他发明了以他自己命名的阿尔冈灯。这是一盏装在玻璃灯罩内的、有着空心管状灯芯的新奇玩意儿。首次现身时呢，便震惊四座，因为它所发出来的光的亮度比当时任何一种油灯强了4倍。这可是灯塔光源的绝佳选择啊！同时呢，人们还迅速发现，要使它真正在灯塔中发挥作用，就必须要尽可能的将光线聚集在一起，形成一道光束。在任何一种光源背后放上任何一种反射面呢，都会在一定程度上加强它的亮度。但只有抛物面反射镜被认为是最能够将光线集中到单一方向上的。然而，在当时要打造出一面准确无误的抛物面反射镜绝非易事啊！但这恰恰也给了很多人工巧匠施展的机会嘛，让他们能够崭露头角，从普通的匠人升级到首席工程师。苏格兰人托马斯·史密斯就是其中的一个。他在1787年首次点亮的金奈德角灯塔里面呢，就使用了17盏配备了抛物面反射镜的金油灯，成为了当时夜空中最亮的灯。于是，这种油灯与镜面组合而成的反射镜系统，一直到了19世纪初，都被公认为全球最先进的灯塔光源。再要把它往前踹一脚的是法国人了。法国不见得有更好的科学家，但是却有个更认真对待科学家的政府。于是，新的发明要想在这里被付诸实践呢，很快就能得到资助了，并且程序还很简单。正因为如此啊，奥古斯汀让菲涅尔，一个研究光学的科学家，才能在1819年被授予法国国家灯塔机构的高级职位，同时接受了一项特殊的任务，发明一盏更先进的灯。这就是后来的菲涅尔透镜了。其实工程师们一早就已经意识到，在光源前面装上一面凸透镜是可以汇聚光线的，但他们没能想通的是啊，一个足够把所有的光都收集起来的大透镜，怎么可能轻到小到能够被装到灯塔上面呢？而且即使装上去了，这么厚的透镜本身也会吸收过多穿过它的光线，左思右想都不靠谱嘛，于是就放弃了。但菲涅尔看到的却不止这么多，他敏锐地意识到啊，光线的折射其实是发生在两个介质的交界面上的，在这里呢，就是凸透镜的两个镜面了，中间的部分嘛，其实是有点多余的。于是他就尝试把镜片的表面分成阶梯式的往下压低，从而把中间的厚度给减掉，但却依然保留了表面的弧度不变，使光线在穿过它们时，还是可以获得跟原来一样的折射，同时被吸收的也更少了。菲涅尔透镜就这么诞生了。无疑啊，它成为了整个灯塔历史上最具突破性的单项发明。1823年，配合4星油灯的第一套菲涅尔透镜被安装到了著名的法国科尔杜昂灯塔之上。它高达3.6米，重达2720公斤，使用了超过1000块水晶棱镜。经过它的折射之后呢，最亮的光束出现了。后面的故事啊，就是菲涅尔透镜全球化的故事啊。这个过程只用了短短几十年，一直到了今天呢，我们每天都还在跟菲涅尔透镜打交道呢。
拿出你的手机，把它翻到背面，在摄像头的旁边呢，你应该可以找到一个表面看上去好像有很多圈纹路的东西，那个就是菲涅尔透镜了。它可以让闪光灯发出来的光聚得更拢。不止手机啊，汽车的前车灯、影院的放映机、太阳能集热器上都有它的应用。虽然灯塔现在只是用来打卡了，但是你打卡的时候用到的也是个灯塔哦。好了，今天就先讲到这儿吧。其实关于灯塔呢，还有另一个地方特别吸引我，那就是在遥远的17世纪，没有现代机械的帮助下，人们是怎么把灯塔立到一块大海中央孤零零的礁石上的呢？你要是也很感兴趣的话，就留言来告诉我，让我看看有没有必要做这么一期内容了。我是火箭叔，关注我，把不一样的科学故事讲给你听。卫星导航系统除了能够导航以外，还能干什么呢？这段时间啊，随着最后一颗北斗主网卫星的顺利升空，没有意外的话，现在人人都知道了，我们在导航的时候，除了 GPS 以外，还有北斗可以选择了。而且大概率你还听说了一个新的名词——授时。尽管听起来可能有点陌生，但理解起来其实跟导航一样简单。导航嘛，给你准确的位置；授时给你准确的时间。我懂了，它能够确保老板的手机和我的手机同时显示6点整，这样的话我就可以理直气壮的下班了。就这么简单吗？哪有，授时关乎国家安全。我是火箭叔，今天我们就来了解一下授时的其中一个非常重要的应用——电力调度，以及这为什么是一个关乎国家安全的大问题呢？先来讲一个真实的小故事啊。2003年的8月14日，北美东北部从下午3点05分开始呢，陆陆续续就有一些城市莫名其妙的停电了。大家尽管搞不太清楚情况，但也没有引起过多的焦虑与重视。然而1个小时之后呢，停电开始雪崩式的发生，在8分钟左右的时间里面，从加拿大的多伦多、渥太华到美国的纽约、底特律、克利夫兰，瞬间一片漆黑。运行中的地铁戛然而止，卡在隧道中间。高楼中的电梯突然停住，困在竖井当中，上不着天，下不着地。正在加工弓箭的车床熄了火，控制城市运转的自动化系统停了机。换作你会联想到什么？就是刚刚在2年前才发生过的恐怖袭击啊！当然，事后调查表明啊，这并不是一个恐怖袭击，只是由于一些意外以及人为的疏忽所造成的。但不可忽视的是，这次事件造成了全球最发达地区的约5000万人口过了差不多2天时间的原始生活，经济损失高达60亿美元，甚至还让至少11个人付出了生命的代价。所以，停电还真的是可以作为恐怖袭击的方式，对国家安全造成重大的影响啊！那授时和停电之间有什么关系呢？你可能还不知道啊，电力系统居然是一个与时间密切关联的工业系统。为什么呢？因为我们使用的是交流电，而交流电当中的电流方向是会变化的。怎么变化呢？随着时间变化。比方说，我们家里面插座上的电源就是一个电压220伏、频率50赫兹的交流电。50赫兹代表着它每秒钟会发生50个周期性的变化，电流的方向也就在1秒内改变了100次。如果只有一个发电站、一条输电线和一个用电户的话，这个电究竟是在波峰的时候送过去，还是在波谷的时候送过去，就完全没有关系了。但现代的电网错综复杂，有数不清的发电站会同时将它们生产出来的电并入总的电网。你想想看，当它们并在一起的时候，有没有可能发生波形上面的错位呢？当然是有可能的啊。比方说 A 电站正好是在交流电位于波峰的时候并了过去， B 电站错开了一点点，是在波正好爬到一半的时候并进去，而 C 电站则是在波谷的时候并进去的。结果会如何呢？结果就是发生短路，电网瘫痪，陷入停电。为了避免这种情况的发生啊，就只能严格同步并入电网的各个电站的频率了。那各个电站的同步信号由谁来给出呢？就是卫星授时了，这个叫做电网的频率同步。除此以外啊，电网还将面临时间同步的挑战，这又是为什么呢？因为它关乎到电力的调度。如今电厂、变电站、调度中心几乎都是完全自动化运行的，设备的操作和故障的修复都交由电脑系统来控制，而掌握和记录它们发生的精确时间与顺序则至关重要。要是各个电厂、变电站、调度中心之间的时间不同步的话，可能就会造成工作数据的丢失、系统瘫痪，甚至在严重时还会引发异常的跳闸。那谁来同步他们的时间呢？还是卫星授时。长期以来啊，我国的电力企业的发电、输电、配电网以及计算机网络的时间同步系统，主要依赖 GPS 卫星进行授时。GPS 卫星系统嘛，是由美国军方开发和控制的，可以针对特定区域进行局部性能劣化设置和限制使用。美国政府从未对 GPS 信号的质量以及使用期限给予过任何的承诺和保证。一旦发生战争等紧急事态，美国关闭
或调整 GPS 信号都是有可能的，而这必将引发我们国家的电网系统的重大安全事故。所以，北斗卫星导航系统的成功组网并提供精确的授时服务有多么的重要，就不必我多说了吧。我是火箭叔，关注我，带你一起长见识。火箭发射相当激动人心，但你得要感谢这些不但展现了火箭点火的瞬间，也一路跟拍直到火箭进入太空的摄影画面了。因为想要拍下它们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我是火箭叔，今天我们就来聊聊你刚刚看过的火箭直播画面都是怎么拍出来的。其实我最好奇的有2点，一个是近，一个是远。近的是火箭发动机点火的瞬间，位于喷口下方的画面是怎么拍出来的。要知道这些以每秒数千米的速度喷出的炽热燃气，温度可以高达3000度，再给点力都能接近太阳表面的温度了。摄影机对着它，真的就不会花吗？另一个就是远，这些庞然大物起飞之后呢，是以惊人的每小时5000公里的速度远离地面，同时也在远离地面上对着它拍摄的摄像机。然而，为什么我们依然还是能够拍下那么清晰的飞行画面呢？难不成是跟着它一起飞的吗？好，一个个来。首先，我们要明确一点尽管这些唯美的画面看起来似乎就是为了满足你我这等吃瓜群众的好奇心的，但实际上它最主要的作用是为了向工程师和科学家们展示出在火箭发射的各个关键阶段都发生了些什么，比如引擎点火、脱离支架、姿态调整、助推器分离等等。甚至在某些情况下呢，它们还会成为事故调查中最重要的关键证据，比如挑战者号和哥伦比亚号航天飞机的灾难。所以现在你想明白了为什么工程师要不惜一切的代价在火箭下面、在火箭的四周、在火箭身上布满摄像机了吗？那都是为了他们自己娱乐观众只不过是顺带的而已。不过我已经很满足了。为了仔细观察火箭发动机点火瞬间的状态，工程师将每秒能够拍摄500张画面的高速摄影机直接安装到了发射平台上面。但其实就像画面里面本身已经拍到了的一样，在烈焰之下，摄像机是如何保全自身的呢？原来它是被安装在厚厚的水泥垫内部，既没有靠近发动机喷口，也实际上根本就没有抬头望向那个红彤彤的屁股，而是将镜头对准了一块由石英玻璃制成的耐热反光镜而已。通过跟潜望镜类似的原理，安全的拍出了这样的宝贵瞬间，让我们也能贴着鼻子感受到火箭的温度。类似的摄像机其实布满了发射架，从而能够让工程师们全面的掌握火箭从启动到脱离这整个过程的每一丝细节。那么上天之后呢，我们该怎么追着火箭拍呢？如果你对摄影有一点了解的话，应该知道一种叫做长焦镜头的东西。就是焦距越长呢，越能把远处的景物给拉到近处，然后看个清清楚楚、明明白白。日常生活中呢，不要乱用哦。不过用它来拍火箭嘛，就需要比日常的焦距更长才行了。为了拍出几十公里外满屏的火箭画面，摄影机的焦距会是一个天文数字。它看起来呢，确实也挺像天文望远镜的哦。焦距往往要达到10000毫米以上才足够把火箭拉到我们眼前。但这就带来了另外一个问题，因为焦距越大，视野范围也就越窄，而火箭又跑得飞快，想要把它锁在画面中央，摄像机就要同步跟着火箭来转。想想你也知道这可不是一个能靠徒手举着摄像机就能够完成的活。实际上，为了达到目的，拍出效果 ，NASA 很早就在开发能够追踪火箭发射的光学系统了，甚至找过了他自己的历史。1946年天文学家克莱德·汤博，就是在16年前发现了冥王星的那位，被军方邀请来改进一款可以更方便的拍火箭的装置。于是汤博的团队就把一台2战中剩下的 M45防空机枪塔做了一些升级改造，用2台接着35毫米胶片摄像机的天文望远镜换掉了原来的50毫米机枪，然后在中间装上双筒镜。拍摄人员坐进去之后呢，一边用双筒镜来观察火箭的飞行轨迹，一边手摇摇柄控制平台来跟上火箭的节奏。于是本来是要把飞在天上的东西打下来的攻击者，如今变成了能够让他们飞得更愉快的守护者。历史赋予一样东西的使命还真是可以说变就变哦。既然模式定了，后来的 NASA 在地面上拍火箭的装置呢，基本上都是同款升级而已，从手动变成了自动，从黑白变成了彩色，再从胶片变成了数码。而拍摄的火箭呢，也从老套的 NASA 样式变成了科幻的 SpaceX 样式。未来让我们期待更精彩的火箭发射吧。我是火箭叔，关注我，让你爱上科学。这艘潜艇为什么要长翅膀？这架飞机为什么要插上一根潜望镜呢？难不成它们又能潜又能飞？不要以为这只是艺术家的天马行空实际上这种插着翅膀的潜艇呢，还真的存在过。我是百科全书火箭叔，今天呢，我们就来讲讲飞机潜艇。潜艇飞机，可以潜水的飞机，可以飞行的潜艇，管你怎么讲了，它的故事了。
时间回到二战，攻击飞机和攻击潜艇都为盟军全面战胜轴心国发挥了关键力量。而在这两个领域当中呢，顶级玩家都是美国。其中空中进攻在欧洲战场上瓦解了意大利和德国的军事力量，水下进攻则在太平洋上挫败了日本的狼子野心。随着二战在1945年结束，冷战却又在1947年开始了。美国面对的威胁似乎还变大了，于是尝到了空中和水下两个甜头的美国海军就想，咱能不能把这两个优势给整合一下呢？让飞机能潜水，让潜艇能起飞，这样不就可以很方便的在空中巡逻，在海底打击了吗？可以更游刃有余的应对来自于苏联核潜艇的威胁了。于是潜水飞机的想法就被提了出来。但他们万万想不到的是，苏联人早在二战初期就在研究这个玩意儿了。1934年，苏联工程师鲍里斯·乌沙科夫呢就已经设计出了一架具有攻击潜艇特征的水上飞机了，起名 LPL， 装着3台螺旋桨引擎，先是靠底部的浮筒降落在海面上，随后发动机密闭往浮筒里面注水，就可以下潜，并以3节的速度在水中前进了。只不过呢，很可惜的是这架飞机从来也没有离开过图纸。在1936年，鲍里斯将其提交给苏联当局之后呢，就再也没有下文了。稍微过了几年大洋对面的美国人终于也有了动静。第一个这么做的人叫做休斯顿·哈林顿，不过呢，他也只是在1945年画了张图，申请了一个飞机和潜艇组合的专利而已，然后就继续去忙他的音乐公司生意了。从图中我们可以看到，他似乎把鲍里斯放在飞机下方的浮筒往上移，变成了机身的一部分了。同时呢，也将那个极不协调的潜艇脑袋给去掉了。但实际效果怎么样呢？没有人知道所以他拿的大概只是个外观专利而已。但这个没有关系因为他的行为已经影响到了另外一个人，57岁的电子工程师唐纳德·里德，而后者呢，就真的去实际造了一架出来。这也使得他成为了世界上唯一一架存在过的可以潜水的飞机了，叫做 RFS-1指挥官1号。它看上去其实更像是1934年的苏联人画过的版本。由玻璃纤维制成的雪茄状机身顶上呢，突出了一个十分显眼的潜艇式的剑桥。那个本来计划是用来作为下潜后的驾驶舱用的，但实际效果是啥也看不到。所以后来李德不得不将驾驶舱呢改到了飞机的头部，导致在下潜后必须还要戴上一个氧气面罩才行。跟我骑摩托车很像也很像是我以前讲过的意大利的人操鱼雷了。在剑桥的顶部装着一台65匹马力的螺旋桨发动机，它会在下潜前用橡胶罩包裹起来，以便防水。潜入水中的动力呢，由一台电动机带动的小螺旋桨来提供，运行速度在4节左右。1964年的6月RFS-1呢进行了第一次全流程的实验。它先是在浮筒里面装入压舱水后下潜到了2米的深度，在水下试过了一段距离后上浮，打开发动机的橡胶罩，插上2只螺旋桨，启动发动机，随后以100公里的时速呢飞越了整条河面。虽然看起来相当原始，但毕竟还是成功了嘛。这样李德信心大振，于是马上联系五角大楼，告诉对方，我这儿可是有个好东西哦。结果五角大楼一口将他拒绝了，理由是你这个东西嘛太不切实际了，我们不考虑。但真相却是他们已经委托康维尔和通用动力在研发这个东西了。不搭理李德可能主要还是因为你做的这个东西有点太 low 了嘛。李德知道了之后呢超生气他就认为你们这不负责任表面上说这个不好，背地里却自己做的欢把我的概念拿走就不管了以后只要是飞机潜艇出来那就都是我的功劳了。五角大楼自然是不认同的，他们认为你发明的顶多就是一个特殊的飞机潜艇类型又不是一般的概念，只要我不是用还要拿个橡胶罩来把发动机罩上，并且想要飞的时候还要再把螺旋桨插回去的，跟你有什么关系呢？好像也是这么个道理所以康维尔提出来的几个方案呢，全都用到的是涡轮喷气式发动机了，看上去的确是高级了许多第一个方案是一架垂直起降的飞机，它的发动机位于机身前后，并且是可以伸缩的。在空中飞行时，发动机伸出；潜到水里时，发动机收回，藏在机身当中。整体看上去极其流线，就像是一枚滑溜溜的鱼雷一样。但是太像鱼雷了，就必然不是那么像飞机了嘛。所以它的空气动力学特征是不太及格的 ，pass。
第二个方案是一架带有可折叠机翼的，看起来比较正常的飞机，不过它的机翼折叠方式呢有点不同，是向内缩的。我实在是看不出来它到底是怎么工作的，是像卫星上面的太阳能板那样折叠的呢，还是像充气床一样开合的呢？由于它也很快被 pass 掉，所以没有找到更多的资料了。第三个方案呢就比较传统了，在一架正常的飞机底下挂上一个迷你的潜艇，没啥创意，所以很快也被 pass 了。好，来到了第四个方案了，它是看上去最有希望通过的。它长大约15.4米，翼展大约12米，头顶上装着3台防水的涡轮喷气发动机，并且呢还可以在下水后自动密封。底部是一个可以伸缩的冲浪板，供它在海面上起降的时候使用。在尾巴上呢还装着一个小小的螺旋桨，这就是它水下动力的来源了。它的巡航范围呢表现不错啊，在空中可以达到900公里，水下也能接近100公里。当发现海面上的敌舰后，它会先下降到大约700米的高度，然后慢慢接近目标，打开冲浪板降落至水面，潜到22米的深度，投放450公斤重的鱼雷，最后浮出水面返航回到基地。多好的一个东西啊，不是吗？但最后呢，它也只是停留在了模型验证阶段，原因不得而知，可能是技术上的，也可能是政治上的，还有可能是经济上的吧。总之，这也就让李德的指挥官1号成为了唯一真的又飞过又潜过的飞机了。它其实呢也再接再厉，于1967年设计出了一架喷气动力的指挥官2号，而且高级到喷气管既能喷气又能喷水，这下不 low 了吧？但是嘛，也就是只能做到纸上谈兵的阶段了。所以最后呢，你觉得未来有没有可能实现潜水飞机？又有没有必要去造这个玩意儿出来呢？留言来告诉我。我是火箭叔，关注我，把不一样的科学故事讲给你听。前2天刷到这个视频。英国海军正在海面上用直升机转移机敏级核潜艇内的一个伤员。由于直升机悬停的时间比较长，而且呢离浮出水面的潜艇还特别近，所以能够让我们把这艘英国最先进的核潜艇看个仔仔细细。比如说贴在艇身上的黑色消音砖，这个咱们之前也有讲过。还有比如剑桥顶上那些大小不一的方洞洞和圆洞洞了。一开始我还没有反应过来啊，但总觉得这艘艇好像少了点什么。原来这些洞洞里面装着的是收进去的各种桅杆了。你看它一开始在直升机离它还较远的时候呢，还有几根是伸在外面的。当直升机飞近了之后呢，就全都缩回去了。我想肯定是怕被螺旋桨削了头呗。我们一起来数数，它一共可以伸出几根桅杆？除去站人的，一共空了7个方洞，好像还有几个盖着的圆洞，它们应该也是可以从里面伸出点啥东西出来的。所以这么算起来，这艘潜艇的顶上岂不会立着10几根杆子？好吧，为什么它要立这么多杆子？这些杆子又各有什么作用呢？我是百科全书火箭叔，今天我们就一起来了解一下。这是我找到的机敏级核潜艇的结构图，果然跟视频中是完全对上号了的。图上共画出了10根桅杆，占据了视频当中每一个空出来的孔，剩下的4个呢，应该就是供艇员进出和观察的孔了。但还有这2个，不管是结构图还是视频当中都有出现，却并没有标注。所以他们是干什么的呢？我也不知道。如果恰好有大神看到这个视频的话，麻烦拜托你跟我们讲讲啊。好了，我们来看看这10根桅杆分别是干什么的啊。从左到右依次是柴油机的排气管、进气管、超高频和极高频天线、侦察天线、雷达天线、卫星天线、综合通信天线、右舷光电桅杆、左舷光电桅杆、导航桅杆。等等。就这么完了吗？怎么没有我们熟悉的潜望镜呢？有的，就是那2根左右并排的光电桅杆了。你可以这样来理解啊，传统的潜望镜是带个光学取景器的单反相机，它通过巧妙的光学设计，把水面上的图像直接反射到水面下。而光电桅杆则像是带着电子取景器的微单，它不需要设计复杂的反射光路和各种各样的透镜了，直接把水面上传感器看到的画面传输到潜艇内的屏幕上就可以了。好处一来是结构可以得到简化，二来是更容易与自动控制系统结合，比方说火控和搜索等等。那为什么要一左一右排上2个一模一样的呢？其实在潜艇上的潜望镜，不管是光学还是光电，通常都会装上2个，它们一个负责攻击，一个负责搜索，所以又叫做攻击潜望镜和搜索潜望镜。
区别在于攻击潜望镜主要用于对海攻击，有完整的火控系统，而搜索潜望镜主要是用于对海、对空目标的搜索与导航，没有火控系统，但是却需要有较大的俯仰视角，因为还要抬头看天嘛，所以范围就可以达到-15度到85度。相比起来，攻击潜望镜的视角就只有-15度到35度了，窄了很多。当然，也有把攻击潜望镜的视角加大之后，直接就取代掉搜索潜望镜的。于是这个时候的潜艇上呢，就会出现2个都是攻击潜望镜的例子了。这艘机敏级核潜艇呢，就是这样的。虽然它又能收又能攻，按理说装一个就可以了，但毕竟传统摆在那儿嘛，空了一边既不平衡，也显示不出我皇家海军的财大气粗出来，怎么行呢？同样不差钱的美国海军也爱这么把一模一样的天线和潜望镜成对装到潜艇上。难不成是为了备份吗？好吧，既然都说到天线了，你也看出来了，机敏级上面也是天线扎堆的，什么高频天线、侦察天线、雷达天线、通信天线、卫星天线等等，我的妈呀，怎么这么多天线啊？其实呢，他们也就干2件事儿，一个是通信。对舰通信和对空通信由于通信的对象太杂嘛，所以用到的频段就特别多，天线自然也就多了起来。必要的时候呢，还得用上卫星天线。2呢，就是搜索，它又分成主动和被动2种。主动搜索靠雷达天线完成，它的工作原理和所有雷达都是一样的，就是既发射又接收电磁波，从中找到带有地方特征的回波出来。被动搜索呢，靠侦察天线来完成，它不发射电磁波，只接收电磁波，再通过计算来获取辐射源的位置、坐标等信息。比方说附近正好有一艘潜艇打开了主动搜索的雷达的话，它就能把对方的雷达信号接收到了。当然，对方雷达的回波呢，也会显示出它的存在。这个时候就要看谁的设备更加灵敏了。好，说完了占比最大的天线，就只剩下2样东西了：通气管。我们以前有一期视频专门讲过它。当烧柴油的常规动力潜艇下潜时呢，可以用这个东西来继续为柴油机供氧排气，大大延长了其水下活动的时间。但是机敏级不是一艘核动力潜艇吗？干嘛还要配上这个多余的玩意儿呢？因为除了带有2台核动力的蒸汽轮机以外呢，机敏级潜艇里面还装着2台备用柴油机。它们一是可以在必要情况下继续为全舰提供动力与电力，二是可以在舰上起火的时候打开来消耗空气。既然还装着柴油机嘛，那为柴油机而生的通气管也就继续保留了。其实很多的核潜艇上呢，都还是有这个玩意儿的。好了，以上就是潜艇舰桥上通常会出现的各种管了。虽然多，但好在没有超出我们的认知范围。直到我在调研的最后突然蹦出来的一个彩蛋，所以呢，我也就把它作为本期视频的最后彩蛋吧。这个东西是什么？怎么看起来那么像导弹发射筒呢？真是的啊！这是曾经在英国海军埃尼阿斯号潜艇上装过的防空导弹系统 SLAM 了。你看这张图它也有属于自己的一个洞。在发现反潜直升机不应该是被反潜直升机发现之后呢，英国人本来是打算我既然都被你发现了，那我干脆一不做二不休，直接浮上来送你一枚导弹如何？这个想法很快就被否定了，因为潜艇最大的优势是隐蔽怎么能放着自己的优势不用，反而跑到别人的优势面前去叫嚣呢？遇到这种情况，伟大的军事家孙子早就指出了一条明路跑呀！只不过这个概念最近好像又有复苏的意思了。法国研发了一个与之前类似的系统，据说俄罗斯也已经开发了一个，德国正在测试用鱼雷发射筒来发射防空导弹，美国计划用垂直发射的响尾蛇导弹来提高潜艇的防空能力。所以未来我们真是有可能再要重做这个视频在其中加上一个防空导弹的发射桅杆了。好了，我是火箭叔，关注把不一样的科学知识讲给你听。中国航天经过将近30年的努力，即将迎来空间站的时代。在我们国家的空间站上，当然也会应用到目前世界上最先进的一些技术，比如说电推进技术。它将作为空间站轨道的维持动力装置，这样一来就能够显著降低推进剂的消耗。那么，到底什么是电推进呢？它跟传统的推进方式有什么区别呢？现在都发展到了什么地步了？我是火箭叔，今天我们就来简单说一说。根据牛顿第3定律一个作用力必然会产生一个大小相同、方向
相相反的反作用力。火箭的推力正是这样产生的。传统情况下，其实也不算传统啊，毕竟迄今为止我们还都是这样让火箭飞起来的。我们通过在火箭发动机里面燃烧推进剂，形成向后喷出的高速射流来产生推力。尽管这样做已经快1个世纪了，但它却有一个非常难受的缺点，那就是别看火箭看起来挺大个的，其实每次只能送那么一点点的东西上天。为什么呢？因为想要摆脱地球引力的束缚，火箭必须要在很短的时间内获得极高的速度。你可以想象蹲在起跑线上的运动员，为了在鸣枪后的一瞬间让自己的速度比别人都快，他要做的肯定是用最短的时间将自己最大的力量蹬向地面啊。火箭没有腿，所以蹬不了，但它有个优势啊，那就是身上的肉是可以甩掉的。于是这就变成了一个看谁甩肉快的游戏。如果火箭能在越短的时间内甩掉越多的肉，当然所有是开玩笑啊，你们都知道这里指的是火箭里面装的推进剂了，它就能加速的越快啊。在这种情况下呢，要是一心只想赢的话，那最好就是浑身上下装的全都是可以烧掉的推进剂了嘛，甚至连自身都可以烧掉或者丢掉的。好了，现在你能够明白了吧？火箭哪怕只是装了一点点对我们而言真正有用的东西，都是做出了巨大的牺牲啊。而且你也明白了为什么火箭非要把自己分成好几节，然后边飞边丢吧。这一切都是为了在紧巴巴的情况下把东西送上太空。以上就是传统的推进方式，靠燃烧并丢掉化学推进剂来前进。那这样说起来，电推进就好理解了，肯定是靠使用电来把某样东西丢掉，然后获得反作用力来推动航天器前进的。一点没错，电推动正是这样工作的，背后的原理依然是连小朋友都知道的牛顿第3定律。这里要丢掉的东西就要小很多了，离子，也就是失去或者获得多余电子的原子。于是好处你大概也能猜到吧，就是哪怕你只背了一点点的燃料，也可以丢上很久很久，于是你就可以不断的加速再加速，用时间来证明自己的价值。你多半听说过霍尔推进器，它就是电推进器其中的一个典型代表，属于静电式推进系统。其他的还有电磁式和电热式，基本原理都差不多。既然霍尔推进器是热门选手，那我们就讲它了。简单说一下原理啊，在霍尔推进器的内部呢，有一对相互垂直的电场和磁场，用来产生霍尔效应。这也就是它为什么叫这个名字的原因了。在它的外部呢，有一个持续稳定的放着电的电子源，它所产生出来的电子在霍尔效应的作用下呢，做起了绕圈圈的运动，形成了一个环形的电子束。当我们把推进剂，通常是多星气体氙气送入到这个环形的电子束堆里面去之后呢，这些欢腾的电子就会跟推进剂发生猛烈的碰撞，从而使推进剂电离。最终在磁场的作用下，这些被电离了的氙离子加速向后喷出，形成了推力。这样的推力有多大呢？我们拿 NASA 最新推出的镶嵌了3个环的 X3 霍尔推进器来举例。这台打破了好几项历史最高纪录的推进器产生的推力能够达到 5.4 牛顿。哇哦，这个厉害了，大概能够举起110张80克的 A4 打印纸，可能比这本杂志还要轻一点吧。这么没劲，为什么大家都还要使劲去研究它，而且我们还要把它装在自己的空间站上面呢？其实道理很简单啊，拿龟兔赛跑来举例啊，兔子有爆发力但没有持久力，乌龟没有爆发力但能够坚持到天荒地老。传统推进器就是兔子一口气把航天器推出大气层，想要再来一口气，对不起，没了，加速到此结束。接下来的旅行呢，拜托给各位装着引力弹弓的行星了。所以传统的远距离宇宙旅行啊，基本上就是一次靠天吃饭的豪赌。而如果换上电推动，当然是要在传统火箭把航天器给推出大气层之后哦。不要问为什么，你觉得只能举起110张纸的发动机跟地球引力打一架，谁会赢呢？这可以用很少的推进剂来实现长时间的不断加速。在太空中，哪怕是一点点的加速都是可以不断累积的，最后的结果就是能够把航天器加速到一个不可思议的80万公里每小时的速度，从而让我们能够更快的到火星旅行一趟。好了，相信你肯定是听懂了，那我们就共同来期待我们自己的电推动发动机，不光是装在空间站和卫星上面，更是在不久的将来会装到我们自己的深空探测器上面。我是火箭叔，关注我，让你爱上科学。